当初为什么会拍这个系列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小土豆的要求。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有提出这个要求？因为我觉得爷爷的自传写的感觉很恳恳切切，但是呢，因为我的阅读真的比较缓慢，然后可能想象力比较不丰富，所以就希望说，借由影片的形式，看能不能更加的记忆深刻跟感触很多。这样好，所以现在大家有这个影片看，全部都要归功于小土豆，谢谢他的贡献。因为我看，也不是说看不懂，是看得懂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情感的那个表达，我觉得我很难从文字上面得到共鸣，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做一集，好，让我们让大家也可以看看爷爷的丰功伟业。2. 谋职奔走俗语云，男人怕选错行，女人怕嫁错郎。人生几十年中，生命宝贵，青春有限。男人谋事就业，如果选错行，要想回头重新改行就业，必然遭受严重打击，困难重重，对人生造成重大挫折。也有说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但成为一个状元，绝非一朝一夕，一蹴可及，必须经过长期甚至一生刻苦耐劳，流血流汗，不断奋斗，加上社会环境配合，使能有其成就，创立基业，出人头地。军人以保国为民为天职，任务神圣而伟大，本是很好一项行业，选择从军报国并没有错。错在民国5、60年代国家环境，外受压制，内有纷争不断，处于既弱又穷形势，在军队里发展受阻，加上军人待遇微薄，仅够维持个人温饱，没有多余的力量和时间维护家庭，照顾妻子儿女。国保投身军旅已达20年整，快接近半个人生，因而在不得已之情形下，不得不退出军人行列，转业公务人员。军公教人员均为国家及人民之仆人，虽然同为国家服务，但其任务不同，资格有别，地位和待遇差别也特别大。当年除将官阶级由政府直接辅导入工厂当顾问外，校官以下政府不予辅导，要靠自己。所以那个年代校官以下军官100%毫无怨怼，凡有转业资格能力者都纷纷改行转业，投向公教社会团体。不过转业能否成功，除了必须有考试及格条件外，还得看你谋职意志和奔走程度而定。本人于58年冬在家中待命退休时期，就已为谋职而奔走，经过无数次碰壁，也遭遇到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事，体察出社会上不正常形态，兹分述如下。1. 应指处长。当退役已成定案，第9师原来部队亦已整编结束，由100余位军官编余，成立编余军官大队，归属第1军团指挥。于58年7月12日，5辆大卡车载往军团部报到，办妥报到手续后，凡有眷军官次日即行回家居住，等待退役命令。这几个月来赋闲家中，有点无聊与厌腻，同时亦为谋事而焦急。初次从报纸广告、指才启事栏中找到应指符合相关条件，投寄应指函件。约1周后，复函来了，是华侨人寿保险公司只求处长职位干部。人寿保险公司处长地位相当不错，可算为公司高级干部，待遇亦之为优厚，每月1万元起跳。军中校官薪水每月只有2000元，实在是太好了，一时之间感觉非常庆幸与欣慰，并订定某月某日在该公司会议厅召开说明会议1天，午餐由公司招待。当天应指参加会议者计有30余人，主持人说明公司计划扩充组织，增设处长筹备处及相关作业规定，同时亦提出只选处长条件，要在1个月期限内招揽到50万元投保额，作为考验个人智慧和能力。如未能达50万元，则以招揽员名义分红2%。在当时年代，我国人民对人寿保险认识不够深入，不了解保险的意义，投保风气并未普遍盛行，招揽非常不易，困难重重。除自己亲戚、家属、朋友看在个人情面上勉强可以同意投保外，一般不熟悉民众对投保人寿保险兴趣不高，就算明知没有损失，半途也可以退保。退保时又有部分资金可以领回，也不会轻易投保。国保也明知这工作非常不易，但仍以尝试方式积极进行，与各方亲朋好友接触，结果1个月中仅招揽到10万元投保额，距离目标太远，
对处长一职只好望洋兴叹。其实30余位应址人，只有3、5位达到目标而已。不过就这样尝试，招揽来10万元投保额中，分得红利佣金2000余元，等于增加1个月薪水收益。处长一职确实不错，但需要善于交际、口才良好，而又有坚强意志和毅力的人才能胜任。2. 请求分派。台湾几十年社会中，对谋职之门徒大致分为2大类，一类是私人机关、工厂、公司行号，另一类是政府各机关团体，分别卫军、公教3大部门。找私人工作，视工作性质不同，其任用条件亦有别。如下层劳力人员，以年轻体壮、能吃苦耐劳者面试即可；中高层或技术人员则以教育程度与资历为条件，需要严格考试始能录取。特定人员需求又以特定选任方式。政府机关则一律以考试为要件，但由于用人需求程度不同，及考试性质亦有不同之处。如每年高普考，则按每年度各机关需要人数举行定额录取考试，录取人员直接分发任用，如教职员考试、各军事学校招生考试等等。再次就是各型乙等考试，乃为备用考试，不直接分派职务，但上级机关有推荐任用之义务。国保自上次应聘保险公司处长一职失败后，则凭借着国防部乙等行政人员特考及格条件，向公家机关请求分派就业工作。初走访行政院人事行政局，承办业务人员告知需要书面提出申请，并应减负军人退役命令影本、乙等考试及格证书影本、总统颁发荐任证书影本等，依照其指示与相关规定，以双挂号信件投寄出去。约1个月后，台北市政府来一封公文说，请接人事行政局来函，推荐台端荐任及职位一事，奈因本府各局处均无荐任职缺，暂时无法安置，请等候有职缺再议。这乃下级应付上级所使用拖延手段，多以应付了事，让你等上3、5年，有缺也不会轮到你。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是国家最高公务员人事单位，只有全国各单位首长及政务官之直接任命权，中下级公务员任命权均在下层各单位，要你等候就是不买人事行政局的账。所以人事行政局推荐后能否成功，还要靠自己后台背景和送礼红包了。因此自己既没有高官达人协助官说，亦没有红包送礼，自然也就不必等了。3. 临时雇员。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推荐职缺失败后，自然又要另谋出路。承蒙中国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秘书长福伯良宗亲，请板桥市党部书记长罗主亮先生写介绍信，向板桥第一监理所推荐，充任该所临时雇员。由于推荐人的关系，很快接到录取通知，就在59年3月1日报到上班。板桥公车第一监理所属于政府公家机构，因公车换发牌照期间工作相当繁重，所以要在编制外聘请临时约雇人员，协助办理所内一切业务。临时雇员是没有职位、没有地位，也没有固定业务，随时可以指派工作，随时可以离开，但待遇还算不错，而且录取要求条件还开得很高，要有安全保障人员，要文书熟练人员，要中级以上领终身俸退役军官等等。不过对我来说也有好处，可以领取双份薪水，就领军人退休俸外，也可以领雇员薪资，现职公家人员就不可以了，增加一份薪水收益，地位低役就无所谓了。前后当9个月临时雇员，因业务结束而离开，脱离部队军中生活后，第一次面对社会新环境，非常难以适应。由于身为临时雇员，工作既繁重而又复杂，一天要连续编造各类名册6、7个小时，不能够停息片刻，弄得整天头晕脑胀，腰酸背痛，手指尖端麻痛难忍。此外还得接受老职员不时之事呼唤，增添工作，战战兢兢，凡事要快要准，以求圆满达成任务。在几个月工作中，发现到许许多多怪现象。公车监理所是一个很肥公家机关，也是个相当腐败的单位，大半职员人人有楼房、汽车，贪墨风气特别浓厚，贪污技巧又特别高明，而且层层互相掩护，非内部人员不易察觉到。所谓大官大贪，小官小贪，大官大贪因为小雇员不容易发现，小官小贪对科长以下柜台服务人员均了如指掌，能一一举出贪污物证，如黄牛与业务人员勾结，天天有拿红包送礼。承办人以旧废印花重新贴用，侵占新印花向黄牛换钱。老实的市民们为换领一面汽车牌照，大排长龙要半天时间，造成黄牛特别多。而黄牛又不用排队，随时从后门暗中送件，种种非法行为举不胜举。
贪污败坏风气，人人怨声载道，敢怒不敢言，实在令人感慨又气恨。对一个20年出生入死、生活单纯的军人来说，社会上这种败坏风气是难以接受的。叶所长说，站内的人个个都有后台背景的，难道有后台背景的人就可以无法无天、为非作歹吗？4. 任里干事台北市政府组织，市之下为区，区之下为里。里是行政组织上最小单位，里只有里长与里干事2人，里长由里民直接选举而产生，里干事则是官派，均属公务员，归区公所指挥。民国80年前，台北市划分为念4个行政区，80年后，区里行政区域调整，扩大区行政面积，合并划分为12个区，每一个区人口约40至50万人，区管辖下有若干个里，通常每个区30至40个里。里之编成则以5至1000户为基准及街道状况而划分。里干事之编制为委任官，政府公务员官阶区别，分委任、荐任、检任。近年来又采用职等制，5职等以下为委任，6至9职等为荐任，10职等以上为检任，最高至14职等。最主要的是以考试资格来审定任用阶级，如普考以委任起薪，高考以考以荐任起薪。但荐任实缺不容易轮到新进人员，所以新进人员大部分占委任缺，领委任薪。里干事地位与区公所一般客员级同等地位，不过在权责上、业务上比一般客员崇高，主要是一个里仅有里干事1人是公务员，里长是民选，里长不管行政事务，一切行政责任落在里干事身上，里干事成为里之执行长，里长是里民代表，负责与里民沟通事项。里干事算来为最低级公职事务官，就一般称呼公务员。别小看这个小小的委任公务员，但为了安排这个实缺，经过多少艰难困苦，得来实在不易。前后进行奔走4个多月，除了介绍人、安排邀宴区公所相关人员一餐外，送人事人员红包5000元。此外，并承蒙福勤宗长陪同，觐见人事行政局第2处某处长，请求处长协助区电催促台北市政府人事处，促其早日发布任官命令，彼以成全其事。民国60年4月18日，终于报到上班，踏上公务员之途。由此可见，台湾社会谋职难度可想而知。嗣后凡事谨慎处理，好好服务于民，时时刻刻牢记着困苦过程，倍加努力，奉公从事，本着战战兢兢精神，以里干事一职为起点，谋求发展，期望日后能有安定生活，养育儿女，建立美满幸福家庭。3. 规划积蓄。人生在世必须有积蓄观念和认识，才无后顾之忧。世俗常称积谷防饥，养儿防老，就含有积蓄意义。一个有为青年更要有规划积蓄，好好积蓄自己财力，储备自己财源，将来才能有创业机会，有资金运用，才不致被财力所困，被金钱所打倒。大老板们投资事业又何尝不是从规划积蓄做起呢？每个事业都是先有计划的规划金钱来源，积蓄成资金使能投资发展事业。再以一般人来说，平时除温饱外，也要有积蓄的规划，有规划积蓄才不致受饥受困，迫到走投无路。所谓规划积蓄，是从每月收入中有计划提出部分作为储存，让它累积成资金，再做妥善运用，发展投资事业或急迫受困时使用。倘使一个人没有积蓄习惯，造成有1块用1块，甚至赚1块用2块成性，将来没有收入时，必然陷入生活困难，带来一生痛苦。不过有一种人也从不谈积蓄，因为没有能力谈规划积蓄，那就是军人。在大陆时期及民国50年代之前，军人待遇微薄，加上生活不安定，东调西调，住不定所，有今日不知明天，勉强维持温饱，岂能考虑积蓄和将来？国宝就是这样情况下，历经20年军中生活，一个钱也没存下来，仅在任职远景时存下一条金链带在身边，至47年调防金门，战地交托叔父替位保管，可是也拿不回来。结婚成家时身无分文，婚后才开始规划积蓄，初期效果不彰，每月军人薪俸3000余元，除家庭生活费2000余元外，省吃俭用克制自己，勉强每月存下1000元左右，一年约有10000元积存。直至民国60年军中退休转任公务员，领取公务员薪水，才稍有积蓄成效。其推行规划积蓄成果如下： 1. 购买房屋。60年4月任职公务员，5月份就不能领取军中退休薪资，因为法令规定一个人不能领取公家双份薪水，所以军中退休薪资只有2条路可走：
一条是办理一次领清退休金，另一条是将军中年资转存在公务员服务年资并合，其将来退休时并入公务员年资结算。这两种办法各有利弊。一次领取军中退休金，虽有现金可以运用，但以军中年资20年计算，退休金只有20万左右，钱不多，勉强可以购买一户房屋，可以自己居住，也可以出租，增加租金收益。另一个办法，若将军中年资并进公务员年资，30年后退休时可合并计算退休年资，退休待遇会较高，但短期间内没有现金可供运用。军中退休时固然年年薪资调整，到时可增加200-300万领取，但其物价亦比年年高涨，是否合算未得而知。在其两难之间，乃采用一次领取办法。军中退休金共领得20万5千元，这笔钱以当时而论，亦算是相当不错收益。可是也给我带来相当烦恼和不愉快，因为叔父得知我领20万退休金，就要卖掉3年前买来现住房屋万家公寓，合并购买大间房屋居住，正展开到处寻找房子，全力进行，天天谈论。可是这是我最不乐意的事。我总是这样想，我已有妻子儿女，总该有自己的财产了吧？我已不是过去单身汉，不能再将半生命钱交给你。你有你的儿子，将来你儿子娶媳妇儿，神嫂不和，那该怎么办？可是我不同意也没有用，他始终不采理我的意见，似乎他已做决定了。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。很快让我找到育英街31巷18号新落成房屋，30平3房2厅，开价24万，正符合我的心意与条件，即投下退休金和近年积蓄，自己先把它买下。该房屋办妥过户后，首先2年出租收益，至62年，果因神嫂不和，无法合居下去，迫得收回自己居住，今已快40年了。确实计划不错，非常合算和幸运，也是第2回规划积蓄成果。第1回为购买万家公寓，2购买金戒。自转任公务员后，公务员待遇相当不错，虽然只是委任1级理干时，从到职那个月起，就领到每个月薪水加上职务加给新台币5500元，另外还有加班费1000余元可领，总共每月收入7000余元。军中薪水只有3000余元，比军中增加1倍待遇。除按月交给方家庭生活费用4000元，让方管理使用外，尚留存3000余元在手中，作为实践积蓄计划。一个家庭每月能够积存3000余元，实在不容易。倘若家中有人抽烟喝酒，加上不良嗜好者，非但不足以维持家中生活，恐怕还要负债累累。何况当时国家经济刚在开始发展，政府正开始调整军公教薪资，国民平均薪资所得也不过新台币4000元，靠薪水阶级家庭甚少有积蓄者，大部分仍处于穷困阶段。对于国家金融机构，除台湾银行外，其他私人银行还没有设立，邮政局也尚未开放金融业务，一般民众都未能习惯在银行开设自己账户，将现款寄存于银行，所以先前3年每个月虽只有3几千元剩余，真不知道该如何保存是好，迫得购买金戒指。当时黄金价值每钱400余元，每次购买2钱重金戒指1、2个，看领加班费或薪水有余钱多寡而定。通常每个月都是购买3、4个，投存于猪仔罐中。如果余钱足够，则打造金项链1条，或购买黄金纪念币。3年后统计，有2钱重金戒指32个，金项链7、8钱重有6条，纪念金币1两重2个，总共存下黄金14、5两。至民国63年后，不再购买金戒，欲在邮政局开立一个账户，将每月节省余款随时往邮局存进。本项购买金戒计划并未帮助积蓄发挥功效，仅作为赠送使用，很快就已用罄，剩存无几。如岳父60岁生日开始，方说台湾人习俗，岳父生日女需要送金戒指，每年1个，一直送到80岁，即送去念1个。大陆开放后，大陆上8、9位弟妹30几年没有见面，每人1个见面礼。子女20岁生日，每人送金链1条，助庆其成人礼。整个购买金戒积蓄也就这样整个用钓鱼赠送，留个美好温馨的回忆而已。3. 投资套房。自从在邮政局开设账户后，国家经济建设已大步迈向发展，军公教人员年年调薪，政府也开始发行500、1000元大钞。收入虽然增加，但物价也天天高涨。不过只要是节食俭用家庭，仍会增加其积蓄。至1979年底，5年期间，账户中累计已有40万元。每年年底皆做统计当年积蓄，1979年积蓄是9万元，顿时令我心头涌起投资计划，
必须及时挥用资金增加收益，否则恐怕辛苦的积蓄被飞涨物价抵消。而大面额钞票流行，币值必然下跌。当时市场状况，小面积套房买卖最为流行，故决定购买套房作为投资对象。经多次物色参观，即选定三重市通往台北大桥桥头边新完工的如意投资华厦套房。该房屋位于三重市中正北路52号，是一栋7层楼建筑，面积很大，规划隔间为185间套房出售。套房内部只有9平大，房中已放一张双人床外，还有沙发、梳妆台及预测设置，均新装设完成，价钱45万元。过户后可随时租给公司做旅店使用，条件甚为适合，故即买下。且1979年2月5日签约付款完成一切手续，4月起出租给一位单身女士，租金每月5000元，当起小房东来，每月除薪资外加上房租，积蓄亦随之增加。至1989年11月止，前后将近10个年头，一直以每月5000元出租，房客进进出出，未曾间断过。由于多年出租他人使用，均未装修粉刷过，已有点老旧，以及大楼中发生过2次火警，令人担忧。而当时又开始投资股票，需要资金运用，因此决定出售，乃透过房屋买卖公司代售，以71万元售出，除付给代售公司3万元酬劳外，净得68万。投资套房除10年租金收益外，还赚近23万，曾是小小投资成果。不过出售过早一点，后几年房地价大涨，如果以现在来说，价值该是300-400万之间。4. 投资股票，台湾内部安定团结，经济发展突飞猛进，最好阶段为民国1981至1991年之间。所谓亚洲4小龙，台湾居于龙之首位。其实非但经济发展良好，年年有高额出超，股票一天天飙涨，无论任何行业或士农工商，凡在股票投资者都有获利机会，国民生活大大改善，家家户户均有积蓄，自然军公教人员亦大幅调整待遇，平均国民所得已接18000美元。国宝自1980年投资套房后，至1984年止，4年当中，邮局账户中又积蓄有60万元，平均每年约有15-6万积存。职务已晋升为6职等客员，每月薪水是195元，加上套房租金和加班费，约2万6千元左右收入。累积有资金，又引起投资股票兴趣。初期投资股票，因身为公务员不便往股市柜台操作，仅是购买基金存放起来，等候股值飙涨后出售，赚取差价。记得第一次购买鸿运基金，价位很低，只有1元左右，一下子投下60万，存放半年，台湾股市已上涨6-7千点，鸿运基金涨至3元左右，经统计投下60万股票，已增值至180万，心中好为高兴，希望它能赚得更多一点。但股票有涨必然有跌，涨涨跌跌乃未尝事，未曾注意，突然间连跌几天停板，使票价只剩下100万，一下跌掉80万，迫得把它卖掉，收回现金拨进专户保存。自从投资股票后，银行中户头已有4-5个，一个专为股票买卖金钱进出所用，一个专为收入积蓄所用，一个专为家庭生活费所用，提款卡交给方保管领取使用，退休后又增加一个优惠存款专户，所以在金钱积蓄或运用上非常便利灵活。在1994年退休之前，投资股票已达10年之久。由于国家政治环境安定，经济发展良好，股市极为繁荣，已突破万点，引起家庭菜篮族注意，纷纷投入股票市场，人人均有获利。出国旅游购物风气极为盛行，所谓台湾人钱淹脚眼之传说，即由此之起源也。国宝虽然亦有进进出出交易，但其次数难以统计。不过身为公务人员，无法灵活操作，获利有限，只能从账户现金中及持有股票查对，发现除提领30万元现金作为孩子出国读书外，尚有现值110万元，扣除投下资金60万元，这段时间应该获利80万元。退休后，从1995年至2006年退出股票市场为止，也整整10年10日。初几年每天上午都在股票市场操作，后几年则在家中利用电视买卖，应该是操作灵活获利才是。但是由于国家政策改变，开放大陆探亲，两岸互有往来，资金暗地投向大陆，致使经济发展不佳，股市衰退，从10000点跌回3000点，投资者90%不是断头就是套牢。国宝一急，因为错误判断，误认为有涨就必有跌，再将出售套房所得68万元投入，最后至2006年全部断头，使决定洗面革新退出股市。
总而言之，20年来投资股票，因未能深入了解，判断错误，操作迟钝，经常是赚少赔多，甚至断头，以致投下资金全部损失。不过幸好本人还有理智，及时抽足，没有越陷越深，损害及其他积蓄计划或影响到子女教育、家庭生活，殊为庆幸。同时规劝各位年轻朋友，除非你对股票具有高度学识，头脑特别聪明，并能深入了解股市操作与变化，否则千万不要轻易投资股票，真的会倾家荡产。5. 筹建大楼。国宝幼年时期适逢对日8年抗战，未能得到学校良好教育，抗战胜利，20岁就离乡别井，外出谋生，既没有祖传遗产，更没有亲人资助，单枪匹马谋求生活，力求上进，奋发图强。后又成立家庭，养育儿女，虽然没有伟大成就，致富扬名，但凭个人勤俭积蓄，谋求发展，几十年来也还算有几件值得回顾一提事项。在建屋买屋方面，已有6处落实完成；在资助亲人方面，以出资整修重建祖宅，帮助弟妹改善生活；在子女教育方面，以支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。本筹建大楼是在海南岛海口市府城三丰路和胞弟国信共同合建6层楼房屋，每层约60平宽，于1993年2月18日兴土动工，11月念5日落成完工。6. 中律购屋。中律市是儿媳妇瑞玲娘家居住市镇。于1993年初，据瑞玲告知，某公司在中立推出13层建筑龙门大楼，楼中有楼高级大厦，房屋价钱公道，当天非常热闹，其家人已申请1户等等。次日由胞弟开专车接我与家人前往参观。从预售屋图案中看来，确实是气势非凡，雄伟壮观，人山人海，非常热闹，并有名歌星现场演出。该房屋持有面积为45平，实际使用面积仅念7平，因为楼层很高，分上下2层，即所谓之楼中楼。第2张钟楼有4房2厅，双卫生设备，周围有公园、游泳池、百货超市之配居环境，而又靠近连接中立市，非常理想。总价51万，头期款需要80万，其他分20年期缴纳，每期约2万元。虽然当时刚在海南岛完成筹建大楼，手中积蓄已用光，但每月妻子等秘书薪水有5万余，约可节俭积存3万元，只需要2年时间即可填补，故先向银行借贷50万元作为缴纳首期款，即可完成购买签约。基于上述优点与可行性，同时有考虑儿子媳妇意向及亲家近便关系，将来大家都能共住同一华厦中，更为亲近，故就以儿媳2人名义购买下该华厦17楼1户，并讲明首期款由我一次付清外，其他20年期款由儿媳共同负责支应。谁能料到首期款付清后，只动工挖地下室3层，随即停工兴建。后几年100余订购户随之与出售公司打官司，没有丝毫结果。今已17、8年，公司消失，再也找不到对方。该地址别人已另建起大楼，可说是80万头期款如石沉大海，白白损失，没有得到半点回应。4. 谋求出路。从军中服务转任公务员，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困难，可是实际难关重重，非常不容易，不是外人想象得到的。起码必须具备有公务员任用资格，意义就是先要高考或普考及格，高考者要持有大学毕业文凭实准参考，普考者要持有高中毕业文凭参考。政府每年举办1次考试，参考者人数众多，起码都有几万人，录取率低不到 3%， 谈何容易，此为难关之一。其次就是要自己谋求安排实缺，算你有考试及格资格，但安排职位实缺更是层层困扰，难以进行，除非你有高官达人作为后台支柱和送礼红包双重进行，否则恐怕等3-5年都轮不到你就任公务员。本人转任公务员，除多年苦读外，不知经历过多少难关与困苦，遭遇到不少挫折，使得安排李干事一职，亦就这样得来不易，倍未珍惜，时时刻刻警惕自己，必须认真服务，努力工作，奋发图强，力求上进。一路来战战兢兢，循规蹈矩，未敢逾越雷池半步。李干事在区公所中地位相等于科员，但福利方面还不差，主要是兼办选举业务。台湾从地方至中央，大小选举年年不断，所以李干事天天都可以加班，加上过年过节又有里长慰劳犒赏，李干事比一般基层人员收入高出很多。建成区公所有32个里编制，1个李干事承办2个里业务，有16个李干事。
就由于收入优厚，工作并无特别繁重和困难，大部分人员都留恋于理干事一职，不愿意他调或升迁，因此90%人员都是任职10余年，唯有我从事理干事才2年多。某天区长召见，要我调升民政课6职等课员，当时却意留恋现职，但又想到必须向上发展，谋求更高职位与出路，不能贪图一时的安逸而不想变动，可是又不好意思直接开口，只好婉转点说，可以先让给许多老大哥们先行调升。区长接着责备，人家找人拜托我争着要，给你，你还推辞不要。于是63年8月兼人事命令发布，调升民政课6职等科员，服务理干事一职，前后只有3年左右。1. 调任科员与理干事地位差别不大，但科员业务包含全区性，业务复杂，责任繁重。一个区公所设有民政、兵役、社会、经建等4个科，民政课中编制有课长计5位科员、15位理干事等，共念1位人员。业务上分有选务、民政、宗教、教育、体育、警消、农政、民防等。本人分派担任宗教与农政2项业务，工作虽然并不怎样忙碌，但责任非常繁重，为最容易发生事故之业务，必须特别谨慎，随时注意自己言行，留心各方面意图，妥善应付，免得落入别人团套。要避免发生是非纠纷，轻则记过降级处分，重则要坐牢撤职，真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业务。以宗教来说，建成区有6家寺庙，1家天主教，1家基督教。对当时情况，宗教正在刚发展时期，大部分寺庙都刚成立不久，约在3、5年间，其财产价值也不过几十万至100万元，情形也不大安定，时时申请变更、扩充或招募信徒、筹款活动。开会时要有区公所承办人员列席指导，因此承办人必须对每一家寺庙现况，无论人员组成、经济能力都要透彻认识与了解，而予以法令规章指引走向正途，否则很容易发生纠纷闹事。至于农政方面，是件怪异的业务项目。台北市四面都是高楼大厦，在一个城市中，那里还存在有农政事务，但本人8年任职中就遇上2件，每件都使你非常头痛，难以应付，几乎差点丢掉饭碗。起因余峡区内一家商店老板要申请农民证明书，在郊区购买农地，因为购买农地必须要农民身份证明，可是明明身为商店老板，怎能发给农民身份证明？因此闹了几个月，又是拜托里内人士尽说，又是送礼品红包，我都交给有关部门人员去处理。建成区公所任职科员8年，为应允景美区长之邀请，后调往景美区公所服务。在临走前夕，有里长暨各寺庙负责人集体齐向区长提出挽留，区长大赞扬，国保服务绩效不错，不过市府已发布人事命令，难以收回，挽留不成，大家便举办盛宴参会送行，并且联合赠送纪念银牌1座，题名为惠助良多。至目前为止，昔日所辅导之10余家寺庙、教会，每家财产总值已在1万元之上。2. 调换服务。建成区公所属于台北市中心地带，周围皆是高楼大厦，环境与居民生活品质自然较为优郁，在领导与管理上需要细心和技巧。景美区公所乃处于台北市之南边，与台北县新店市为交界，属于台北市之郊区，只有4、5层楼建物，甚至有高楼大厦，居民生活简单朴素，经济商业且亦不够发达，大型百货商店甚少，居民采购重要用品都要往市区中心跑，应属住宅区，比市区中心落后很多。国保从建成区调换来景美区服务，虽然这2区差别很大，但精神感觉上并没有什么差异。尤其是调景美区公所所接办业务是总务组负责人，只有对内部业务作业，没有与外界接触，深感较为单纯与减少困扰。总务组编制含有档案管理、文书作业、印信管理、采购业务等，每一个项目都有1位科员或业务员负责，但他们都是5职等以下，只有我是6职等，阶级最高，所以他们称我为组长。实际上编制上是没有组长的，就这样度过3个年头。原在建成区时已当了8年科员，前后加起来已服务11年科员。区长大概看我服务成绩不差，又有资深年资，要我接任经建科长一职，于1985年间发布任命为经建科长。3. 调任科长景美区公所，共有民政、兵役、社会、经建等4个科，本人从总务组调升经建科科长。经建科编制科长1人，科员3位，技佐2位，工友2人，一共只有8位员工。
业务方面，为辖区内所有公共工程，包含道路翻修、公园路灯之维护保养等等，每年建设经费之编列约有10余亿元。所谓经建课，则负有区内一切建设之重任。课长对课内员工要负责督导与管理，对课内一切业务要负有成败责任，责任非常繁重，一年四季忙碌不停。阶级为期职等，以区公所来说是重要干部级，因为是小单位之主管，可加领一份主管加给5000余元，连同阶级薪俸，每月有5万余元收入，除支付家人生活费用外，尚有余款增加积蓄。可是该科长任期并不长久，只有1年时间，因为台北市行政区域重新规划调整，将景美区与大栅2个区合并为1个区，而结束科长职务，合并后新行政区命名为文山区公所，2个区调整合并成1个区，行政区域面积增加1倍大。可是区公所员工并没有增加，仍是维持原来区公所员工名额编制。业务工作上虽然没有难处，但难处在于另一半员工安置去处和出路。譬如调整前2个区，有2个区长及所有员工都是2倍，但只有一半留任现职，另一半必须退休或安排其他单位工作，所以造成区公所很大困扰。能保留在新文山区公所任职者，算是很大幸运，也可说必是佼佼者。国宝在2个区合并后，获得调任新文山区公所秘书，是最大的荣幸。4. 调任秘书台北市所有12个区公所编制，其所有内部阶层及职级人员都是同一样，最高职等为区长、副区长、主任秘书、秘书均属于区公所本部，下面有4个科、3个室，共100余位员工。阶级编制方面，区长为9职等，副区长、主任秘书均为8职等，秘书、科长7职等，于1994年底均调高1职等，区长10职等，秘书8职等。秘书任务职责与各科室人员大不相同，各科室人员工作是单方面的，是有特定范围，是有时间性、季节性的。秘书则不然，工作为全区性、全面性，包含各科室所签办文件或拟定各种工作计划，都必须先经过秘书审阅签章，使传递主秘、区长批行，而且又有时间与空间限制，必须随到随办，不得耽误任何文件。每天除几10个卷宗要审核签章外，并负责对外来宾客或内部人员有求见区长时，秘书必先安排通知，甚至区长对外会议或者出席重要场所发表言论，秘书必要时还得提供文稿和意见，以供区长参考，其任务相当艰难和繁重。秘书阶级编制和科长阶级编制同为7职等，但科长有主管加给，加班时间也较多，待遇上稍微好一点，约近5万元左右。不过秘书责任权力范围似乎较大一点，他对区公所有关事项都得参与意见和负有责任，直接接触区长，对相关法令规章亦必须熟悉和理解，使能应付自如。秘书升迁方面，在区公所内部只有主秘1个缺，非常不容易，除非你有重要人物作为后台背景，非得你有重要人物作为后台背景，否则就算区公所主任秘书出缺，也轮不到秘书升迁，因为区长、主任秘书人事任免权操在台北市市长之手，因此主任秘书出缺都由台北市政府直接派遣人员接任。本人前后任职秘书6年之久，其中1994年5月主任秘书出缺，区长感念多年辛劳，申报由我接任主秘，比于退休时可多领1级薪资，但并未获得市府同意，仅代理主秘至1994年11月退休。5. 代理主秘政府各机关中有一种不成文规例，凡是现龄退休人员，若任职期间经已长久，而碍于职缺不能晋升者，均一律在退休前给予晋升1级，以增加退休人员之退休收益，改善其退休之生活，促进生活之安定，作为政府机关对退休人员之礼遇。只要人事任免权在主管长官自己手中掌握，皆是如此办理。同时依据各机关退休员工现况，皆为机关中多年共事，必然有深厚情谊存在。当退休前半年就行，以调整职位、办理晋升、俸资等后办理退休。不过这也仅限于中低职位阶级，而又在于职权范围以内之服务绩效优良人员。若高级职位阶级，人事任免权又在上级机关者，即不可能了。国保退休前3、4个月，适时主任秘书他调出缺，区长则把握时机，立刻呈报台北市政府要我接任区公所主任秘书一职。一则我秘书职位已当了10几年，对于区公所贡献不少，是理所当然。再次就是以先升后退方式办理退休，并即行接任代理主任秘书业务。后经市府发觉，
我已是县龄待命退休人员，而在市府中竞争争取出缺晋升主秘人员，已常常排队等待中。月后市长复文批示，暂由福军代理执行主秘业务，主任秘书职缺另有安排，因此代理主秘3个半月即行退休。由秘书代理主任秘书，无论从组织层面或任务性质上来说，都是理所当然的，工作内容亦很接近，所以在代理期间一切都很顺，并没有感觉到因代理主任秘书任务加重或增加工作分量，仍是如往常一样胜任愉快。同时，由于代理主任秘书业务与区长更加亲近接触，相处融洽，临别时依依不舍。离开当天，由区长主持盛大送行会。近60周年，领过50周年党龄荣誉奖、60周年党龄荣誉奖。在军中曾任领导小组长，公务员服务期间曾任区分部委员、常委、书记等职。退休后党的职务亦即随之终止。6. 培育子女。培育子女包含有养育与教育意义。父母对子女养育和教育乃为天职，也就是父母对子女负有养育和教育之责任。从出生婴儿开始至幼童育，教育重大责任和义务。从出生婴儿开始至幼童时期，每位做父母者，莫不是对自己的子女视同宝贝，尽其最大能力提供时时刻刻小心翼翼照顾和爱护，尽其最大能力提供最好养育，期盼他健康茁壮，成长成人。孩子成长后自然就是教育，有教育才能促进孩子智慧发达、聪明活泼，发展开创他自己未来。教育应是从幼儿开始，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起，而硕士、博士完成一个人高等教育。做父母必须要有最大付出，要有良好的家庭经济基础。一般家庭来说，要让子女完成大学以上教育，恐怕不那么容易。所以做父母的人从怀孕开始就要妥善规划培育子女计划，在衣食及教育上做最好准备。本人身为公务人员，待遇虽然并不十分理想，但比军中服务时代好得很多，生活已趋稳定，自然努力经营一个甜蜜温馨的家。作为教育子女的爱巢，并规划至大学教育为止，但并无出国留学计划。国外留学1年费用约需100万台币，不是任职军公教人员所能负担得起的。除非他是高官或富豪达人外，否则就算有积蓄基础家庭，已只能支应1-2年，日后必然难以为继。可是后来2位女儿都留学国外，完成硕士、博士高等学位，完全出自孩子们喜爱读书、坚强意志、发挥自立自强精神，以半工半读方式所成就的。长女艾娜大学毕业后即行谋职就业，在某公司服务2年，第3年自己筹划往英国伦敦某学校就读，以争取奖学金为目标。每年生活与学校费用最低要台币80万元，家中仅能筹出美金15000元，只有一半，另一半为他2年服务所积存。1年后，由于英国冬季酷寒难以适应，或许是经费用生迫的回台谋职就业。1995年完婚往美国定居经商，并利用时间进修学分，取得硕士学位，完成学业，殊位值得庆贺与欣慰。次女慧茹毕业于东海大学，随后即在台中某校担任临时老师。1995年6月考取赴美留学，在美国加州南加大学校攻读硕士。据说学费非常昂贵，含食宿每年需要台币100万，当时令我非常震惊，怎可能办得到？真担心将来如何是好，能否学成归来。去时倾其全部家庭积蓄，筹凑台币35万交予前往，其他所欠缺款项都是他自己负责解决。可能在读大学期间兼任钢琴老师，积存不少。嗣后在美攻读硕士，又继续攻读博士，都是靠半工半读以维持。我每年最多只能补助20万左右，以一般人来说是不容易做得到的。可见孩子是多么坚强和勇敢，又能刻苦耐劳为自己前途而奋斗。结婚至学校毕业庆典，领取到博士文凭，为夫家带来最大荣耀。